说澳大利亚，你脑子里边第一个蹦出来的词儿是啥？袋鼠、歌剧院，还是奔赴？估计10个人里有8个都得想到酒。但一说到澳洲酒，是不是立马又跟上仨字儿？傻大黑粗，觉得那酒就是劲儿大、甜，喝着热闹，但好像差点意思。得，如果你还是这么想，那今天这期内容你可得听仔细了。咱今天不聊别的，就干一件事儿，摊开一张澳大利亚地图，我带你从东到西，把这片大陆上最重要的几个葡萄酒产区一个一个的给你捋清楚。这不仅是一堂地理课，更是一张避坑指南和寻宝图。听完你就明白了，澳洲酒的世界远比你想的要复杂，精彩的多。它根本不是一个味儿，它是一整个大陆的风土交响乐。好，咱们先从一个最容易被忽略但又特别有意思的地儿开始说起。第一站，新南威尔士州猎人谷 Hunter Valley， 时间的魔法师。咱们把地图拉到澳大利亚的东海岸，悉尼北边不远就是猎人谷。这地方是澳洲酿酒史的活化石之一，很有传奇色彩。有意思在哪儿呢？这儿的气候按理说有点较劲儿，它挺暖和，甚至有点湿，采收季节还老下雨。这对酿酒来说简直就是挑战模式。但就在这么个地儿，诞生了一种堪称奇迹的白葡萄酒——赛美容 （Semillon）。猎人谷的赛美容绝了！当地的酿酒师为了保住那点金贵的酸度，会在葡萄还没完全熟透的时候就提前采摘，酿出来的酒酒精度特别低，也就10度、11度的样子。你要是开一瓶年轻的喝，第一口，嘿，可能直接给你劝退了。啥味儿？就是那种清汤寡水，酸的跟个小柠檬似的，几乎没啥果味儿，感觉特单薄。但是你别急，把这瓶酒扔酒柜里忘了它，5年、10年，甚至20年之后再把它找出来打开，奇迹就发生了。这酒明明没进过1天橡木桶，却能发展出烤面包、蜂蜜、坚果、烤杏仁的复杂香气，颜色也从那种几乎透明的浅绿色变成了漂亮的金黄色，口感呢变得圆润丝滑，但骨子里那股子酸度还精神着呢，撑起整个结构。这种无中生有的陈年能力，就是猎人谷赛美容的时间魔法。这事儿瞬间就让我想起有些手艺人，年轻时候看着不起眼，不声不响，但人家那里有根筋撑着，踏踏实实熬上10年20年，一出手就是一代宗师的气度。这酒啊，教给我们的就是别小看任何人，也别小看任何一瓶酒。当然猎人谷也产色拉子Shiraz，但跟后面咱们要说的大哥比，这儿的色拉子就秀气多了，更偏向香料胡椒的味儿，酒体中等，没那么肥厚。第二站，维多利亚州 Victoria， 南方的冷凉画廊。从猎人谷往南走，来到澳大利亚大陆最南端的维多利亚州，首府就是墨尔本。这儿画风突变，如果说澳洲酒有个优雅担当，那维多利亚州绝对排得上号。为啥呢？2字儿，冷。这儿纬度高，又深受南冰洋过来的海风影响，整个就是一个天然大空调。这种冷凉的气候简直就是2个娇贵品种的天堂，黑皮诺 Pinot Noir 和霞多丽是2内，所以很多人都管这儿叫澳洲的勃艮第。其中最出名的2个产区，一个是亚拉谷亚尔 Valley， 一个是莫宁顿半岛 Mornington Peninsula。 亚拉谷的黑皮诺讲究的是一个鲜字儿，带着红色水果的香气，比如樱桃、覆盆子，口感细腻，单宁跟丝绸似的，特别雅致。霞多丽呢，也是走那种克制的，带着矿物感的路线，酸度漂亮，不是傻白甜。莫宁顿半岛3面环海，风更大更冷，所以酒的酸度更突出，线条感更清晰。这俩地方出的酒品质是真高，经常在国际上跟勃艮第的大酒打 PK。 而且因为气候冷，酸度好，维多利亚州还是澳洲顶级的起泡酒产区。用传统法跟酿香槟一个路数，酿出来的起泡酒气泡细腻，口感清爽，品质完全不输欧洲。所以你记住了，下回要是想找一瓶不那么澳洲的澳洲酒，想找点清冷雅致的感觉，就往维多利亚州这块逃。第3站，南澳大利亚 South Australia， 澳洲酒的心脏与王者。好，各位坐稳了。下一站是整个澳洲酒世界的心脏地带，南澳地区。这地方太重要了，澳洲最响当当的几个产区几乎全在这儿扎堆。这里不仅产量巨大，
而且风格极其多元，从王者到隐士，应有尽有。咱们得一个一个说。首先，必须是王中王，巴罗萨谷 （Barossa Valley）。这地方就是很多人对澳洲酒浓郁、强劲印象的来源地。巴罗萨是典型的温暖大陆性气候，日照足，特干。这种环境简直就是为色拉子这个品种量身定做的。所以，巴罗萨的色拉子风格就是饱满、成熟，力量感爆棚。一开瓶，那浓的化不开的黑莓、李子、黑巧克力的香气，夹着点香料味儿，直接就唬你一脸。喝到嘴里，酒体厚实，口感甜美，酒精带来的那种温暖感特别直接。但巴罗萨真正的宝藏是它的老藤，这地方是地球上少有的没被19世纪那场根瘤蚜虫病席卷过的产区，所以这里保存下来了大量19世纪40、50年代种下去的葡萄藤。人家巴罗萨对老藤这事儿特讲究，还专门定了规矩，35年以上的才叫老藤，70年叫幸存老藤，100年叫百年老藤，要是超过125年，那得叫始祖老藤了。你想想，用这种活化石酿出来的酒，风味能不浓缩，能不复杂吗？第一次喝到一瓶百年老藤色拉子的时候，除了令人感慨的愉悦感，就觉得那不是喝酒，那是在喝历史。紧挨着巴罗萨，海拔高一点的是伊甸谷 Eden Valley， 地势一高，温度就下来了。所以伊甸谷虽然也产色拉子，但风格更优雅。它更出名的是雷司令 Riesling， 这里的雷司令是干型的，年轻的时候青柠柑橘的香气特别突出，酸度跟小刀子似的，特别爽脆。最有意思的是，陈年之后它会发展出一种独特的汽油味儿。你没听错，就是汽油味儿。当然还有蜂蜜、烤面包这些香气。这种独特的风味儿是顶级雷司令的标志，特让人上瘾。跟伊甸谷并称为雷司令双璧的是另一个高海拔产区克莱尔谷 Clare Valley， 风格类似，都是高酸、纯净、陈年潜力强的干型雷司令。而且克莱尔谷还是螺旋盖革命的发源地。就在2000年，这儿的酒庄们集体造反，带头全换上了螺旋盖，就为了跟不靠谱的软木塞儿说再见。这一下直接成了全世界的示范案例。现在咱们拧开的每一瓶螺旋盖酒，都得谢谢当年克莱尔谷的这股劲儿。最后，南澳还有个必须提的宝地库纳瓦拉 Coonawarra， 这地方是个传奇，它的一切都围绕着一条特别狭长的带状红土地。这条红土地带，你说它多长呢？大概有个20公里上下吧，宽度也就1-2公里，特别金贵。这土学名叫特罗萨红土，就是富含铁质的红色粘土，覆盖在石灰岩上。全世界的酿酒师一提到这片红土地，眼睛都放光。这是赤霞珠 Cabernet Sauvignon 的天堂，为啥呢？这红土排水性、透气性都绝佳，底下的石灰岩还能储水，简直就是葡萄藤的5星级套房。所以库纳瓦拉的赤霞珠有非常集中的黑加仑、黑樱桃的果味，单宁细腻又有力，结构感特好。最标志性的一点是，它经常会带有一股清凉的桉树叶或者薄荷味。这味儿哪来的？科学上说，跟葡萄园边上的那些桉树有直接关系。有一种叫桉叶素的物质，通过各种方式，可能是采收时不小心混进了1-2片叶子，也可能是长年累月的耳濡目染，反正就是融进了葡萄里，最后在酒里成了这片土地独一无二的风土印记。你看，光一个南澳就有这么多说道，从巴罗萨的力量到伊甸谷的清冽，再到库纳瓦拉的独特印记，这哪能用一个傻大黑粗就概括了？第4站，西澳大利亚 Western Australia， 海风里的优雅与秩序。咱们继续往西，横跨整个大陆，来到西澳大利亚的玛格丽特河 Margaret River， 这地方又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气质。如果说南澳是力量派，维多利亚是婉约派，那玛格丽特河就是学院派。它的气质特别像法国的波尔多，为啥呢？因为它那地理位置太绝了，整个产区就是个伸进海里的大海甲，一边是印度洋，一边是南冰洋，两边的海风对着吹，从早刮到晚，像个天然大空调，让这儿的气候特别温和稳定，没有酷暑，也没有严寒。这种海洋性气候让葡萄可以缓慢均匀的成熟，发展出复杂的风味，同时还能保持很好的酸度。所以玛格丽特河最出名的就是波尔多混酿、赤霞珠和梅洛的混酿。这里的赤霞珠不像库纳瓦拉那么有个性，
也不像美国纳帕那么奔放，它讲究的是平衡、结构和优雅，单宁打磨的特别精致，陈年潜力巨大，喝起来有种从容不迫的高级感。白葡萄酒呢，也是波尔多的路数，长相思、Sauvignon Blanc 和赛美容 Semillon 的混酿，跟新西兰那种热情奔放的热带水果不一样。玛格丽特河的白酒更多的是草本、柑橘和矿物质的气息，更内敛、更复杂。这地方不仅酒做得好，还是世界知名的冲浪圣地，一边是顶级的酒庄，一边是蔚蓝的大海和冲浪的帅哥美女，那种感觉特潇洒。这也让我觉得做酒跟做人一样，不一定非要在一个地方死磕，跨界有时候能碰撞出更精彩的火花。第5站，塔斯马尼亚 Tasmania， 孤选海外的起泡酒天堂。最后咱们把目光投向澳大利亚最南边那个孤选海外的小岛塔斯马尼亚。这地方一个字，冷。它是澳洲最凉快的产区，没有之一。这种极致的冷凉气候让它成了酿造顶级起泡酒的圣地。跟法国香槟区一样，这里的葡萄酸度极高，成熟的特别慢，风味物质积累的特别充分，酿出来的起泡酒基酒品质一流。所以很多澳洲乃至世界知名的大品牌都跑到这儿来建基地，专门生产能媲美法国香槟的传统法起泡酒。当然，这里的黑皮诺和霞多丽静态酒也因为高酸度和纯净的果味，风格凛冽，品质非常高。好了，从东到西，咱们算是把澳大利亚这片大陆在葡萄酒的世界里溜达了一圈。现在你再回头看，还能说澳洲酒就是傻大黑粗吗？从猎人谷那瓶能用时间变魔术的赛美容，到维多利亚媲美勃艮第的黑皮诺，从巴罗萨百年老藤的力量，到库纳瓦拉红土地上的桉树清香，再到玛格丽特河海风里的优雅和塔斯马尼亚的极致冰冷，这片大陆用它的广袤和多样性孕育出了千变万化的风格。真正的懂酒不是记住多少牌子，而是脑子里能有这么一张地图。下次你再拿起一瓶澳洲酒，看看酒标上的产区，就能大概猜到它是什么脾气、什么性格。这个才是喝酒真正的乐趣。我是老郭，有时候爱自己喝点，解压放松，想点事儿。如果你也喜欢，记得关注我。